津巴布韦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通过其驻京使馆资助相关机构举办研讨会等形式收买私营媒体记者，直指其发表有关在京中资企业投资的负面报道。中国外交部就奉劝美方为非洲国家民众多办些实事好事，少说些空话假话。美国政府为争夺和维护霸权，经常收买媒体人，操纵舆论，捏造事实，抹黑对手。其中，美国中情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津巴布韦第一大报《先驱报》报道说，9月14号至15号，一个名为信息促进发展信托基金的机构邀请津巴布韦和周边国家的12名私营媒体记者参加研讨会。会议期间，该机构对这些记者进行培训，并要求他们瞄准采矿业、建筑业、能源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中资企业涉足较多的领域，重点关注中资企业的所谓问题，如违反劳动法、破坏环境、与当地人冲突等议题，并予以报道。文章发表后，记者将通过代理机构从美国驻京使馆获得报酬，每篇$1000。该活动得到美国驻京使馆赞助。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上述研讨会是美国对华舆论战略的组成部分，由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部署。该战略旨在通过放大中资企业在京投资生产中的所谓问题，营造中国在津巴布韦舆论场上的负面形象，影响中津合作和中国在京投资。报道还指出，欧盟和一些北欧国家驻京机构也赞助过类似的研讨会。报道发出后，津巴布韦官员、媒体和民众纷纷发声，力挺中津合作，强调中津中非友谊有着深厚基础，任何势力都无法撼动。津主流媒体也仗义直言，《先驱报》发表评论文章，不做美国反华棋子，警示津记者和民众勿被蒙蔽和利用。有网友在美驻京使馆推特账号下留言说，美国对当地媒体的所谓培训是为中央情报局找线人。还有网友认为，美国如果是出于真心，应该为津巴布韦提供工程技术培训，而不是出资灌输和宣传美国的恐怖主义新闻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编造假消息，对中国进行抹黑的冰山一角。就是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希望打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干扰中国和相关国家，包括与津巴布韦的合作。对于津巴布韦媒体曝光美国收买记者造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在津巴布韦$1000可以资助一名贫困学生，可以帮助津方购买100剂新冠疫苗。但美国政府如媒体所说，用它来雇佣水军大肆造谣，这件事性质就很恶劣了。长期以来，美方为抹黑中国、破坏中非关系，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花钱收买谎言。上述报道充分表明，包括广大非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方大肆散布虚假信息有着清醒认识，对美方造谣污蔑手段之卑劣、底线之低下深恶痛绝。分析认为，美驻京使馆出资支持涉华负面报道，是美政府在全球全面遏制中国的缩影。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时期，美国不太重视非洲。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审视非洲对中国外交的支撑作用，加强了在非洲各国，尤其是对华友好国家的战略举措，旨在削弱中非合作，同时抹黑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形象，刺激非洲民众对中国产生负面情绪。但由于中非交往频繁、友谊深厚、共同利益多，美国的企图很难撼动中非友好大局。美国在非洲抹黑中国，为此还曾搞出过乌龙。美国的石英网2019年曾播出了一期抹黑中国给非洲修建互联网的节目，可令人没想到的是，这期节目却因为一个极为业余的大乌龙，引起了不少印度网民的不满。原来，在这期名为《当中国给你修建互联网后会发生什么》的节目中，石英网的记者和制作人将一家印度的电信公司当成了中国的公司，在节目中多次突出了这家公司的商标。然而，这家在赞比亚等非洲国家提供 4G 网络电信服务的 Airtel 公司，却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印度企业，其总部位于印度的新德里。因此，还没等中国网民揭露这篇报道中的逻辑漏洞，印度网民已经先一步来到了石英网开设在境外视频网站 YouTube 的账号下，并在这段视频报道下面纷纷留言，质问为什么这个抹黑中国的报道中要刻意突出一家印度公司的商标。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为争夺和维护霸权，收买媒体人，操纵舆论，捏造事实，抹黑对手，编造借口，发动战争，可谓各种阴招损招用尽。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发起的知更鸟计划，通过在世界各地收买媒体从业人员，从而操纵媒体，影响大众舆论。1977年揭开这一黑幕的美国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说，按照该计划，中情局招募了许多记者为其有偿提供情报，授意这些记者杜撰假新闻。中情局曾承认，知更鸟计划收买了全球至少400名记者和25个大型组织。时至今日，中情局仍热衷于对媒体人威逼利诱，以获取信息，掌控舆论。2014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伍尔夫科特在《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揭露了中情局贿赂操控他国记者，迫使他们成为美国间谍，并承认自己就曾是其中一员。在多年当中，我们观察到，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西方舆论中一直有一股妖风，而这股妖风不仅仅是由个别的媒体或者是个别的国家在吹动的，那其实呢，美国和一些西方的国家，包括西方媒体本身，其实是在以一种相互配合的方式，不断的在矮化中国形象。那么未来呢，应该说美国会加紧进一步的来对媒体进行干扰，对媒体进行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手段。而现在，中情局还在招募特工做抹黑中国的勾当。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他将成立中国任务中心，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本月初，俄媒引述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媒体分享的一份声明称，中心的成立是为应对中国构成的所谓全球挑战，它跨越了机构的所有任务领域。中情局还大肆招募懂中文的特工，希望特工掌握普通话、粤语、上海话、客家话等。专家表示，简单说就是苍蝇要找鸡蛋的缝，思考怎么把中国在全球做善事给抹黑。美国中央情报局新设立中国任务中心，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日前曾对此回应指出，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就是最严重的误解误判。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也表示，美国不寻求搞新冷战。秦刚讽刺说，像007这样的冷战剧本，还是留给好莱坞拍拍大片赚赚票房吧。美方有些人总是沉浸式的自编自导假戏真做，总在说自己是詹姆斯邦德，陷入这样的内卷不能自拔，累不累？为何不双减一下呢？当对方对我们进行打压，通过一系列狂风暴雨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想通过所谓的涓涓细流来冲垮中国，那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目的。但是这样的一些阴招有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效应，甚至制造的一些话题，造成的一些困扰和事端，那也是中国方面正在准备的。像 CIA 这样臭名昭著的机构，未来抹黑中国，编造一些涉及中国的假新闻，制造一些假故事，这都是现在正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也是中国必须要警惕的负面的动向。